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好久没讲虎鲸了哈。众所周知啊，在野外遭遇的时候，虎鲸一般来说对智人比较友好。然而那些圈养的虎鲸其实有一些对人类造成伤害的案例。今天呢，咱们来讲述一位著名虎鲸的悲惨经生——杀人鲸提提库姆。1983年11月，年仅2岁的雄性虎鲸提提库姆和另外2只年轻虎鲸在冰岛附近被捕获。从此，他被迫和家庭成员分开，并且再也没有回到过海洋中。他在冰岛的一所海洋公园的水箱里被关了大概1年后，被转移到了加拿大的一所海洋馆——太平洋海洋乐园。这里的水池长只有30米，宽只有15米，水深只有10米。这对提提库姆来说是一个非常狭小压抑的空间，并且他住的并非单间，而是和另外2名更年长的雌性虎鲸住在一起。虎鲸拥有复杂的母系社会结构，彼此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而这2只雌性虎鲸对提提库姆并不是很友好，因为当年轻的提提库姆无法正确完成表演训练的时候，饲养员会剥夺他们3只虎鲸的食物，使其陷入饥饿的痛苦之中。2只雌性虎鲸不知是否明白这其中的联系但他们确实经常攻击提提库姆，他们用牙齿在提提库姆的皮肤上像犁地一样的用力的滑动，这使提提库姆的身上遍布伤痕。每周7天，每天8小时的表演让3只虎鲸十分疲惫并且焦虑。每天海洋馆闭馆之后，他们都在狭窄昏暗的水舱拥挤度日，大部分时间是一动不动，等待第2天的表演到来。持续的压力、疲惫、食物剥夺导致提提库姆患上了胃溃疡，并且牙齿疾病严重。在这样地狱般的环境中生存了大概6年之后，提提库姆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伯恩是一名加拿大学生，同时也是一名动物训练师和游泳运动员。他一直在太平洋海洋乐园与提提库姆以及2只年长的雌性虎鲸一起工作，以赚取额外的收入。1991年2月20号，伯恩在值班时滑倒掉进了虎鲸的水池中，提提库姆抓住他的脚，并将他拖入了水下。他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瞪大了眼睛，呼喊着向围观者求救。救援人员来到之后却遭到了提提库姆的阻挠。即使伯恩已经在水中失去了知觉，毫无反应，提提库姆仍然拒绝放走他。后来他被用大网打捞了出来，之后确定他已死亡。太平洋海洋乐园于1992年解散，主要原因是伯恩的去世以及公园内虎鲸身体和精神虐待的指控。之后提提库姆被卖给了美国奥兰多海洋世界主题公园。其实虎鲸这种生物确实不太适合被人工圈养，它智商很高，而且很有社会性，强迫它表演吧，对这种体型大、群居、思考能力还很强的动物来说确实有些残忍。当然除此之外，对于水族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养一些鱼类、节肢类、头足类还有水母等，能在其中看到很多咱们在陆地上看不到的场景。被送到新的海洋馆以后，悲惨的提提库姆依然被迫表演和繁殖，他的精液被收集并用于人工受精，为海洋世界的表演及其姊妹公园西班牙鹦鹉公园繁殖圈养虎鲸。丹尼尔·杜克斯是一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27岁男子，他是一名热爱自然和环保主义的流浪汉，因小偷小摸闻名。1999年7月6号晚上，杜克斯躲在了奥兰多海洋公园里，并来到了提提库姆居住的鲸鱼池。第2天早上，海洋馆的工作人员在水中发现了他的尸体。杜克斯的尸体被四处游动的提提库姆背在了背上，并遭到了肢解。海洋哺乳动物训练师里克·奥巴里曾这样说：杜克斯靠近提提库姆的水箱可能没有任何恶意，他只是对这名虎鲸感到着迷，想要近距离的参观它，并且提提库姆实际上也没有恶意，他只是将杜克斯拉下来。他被关在水中太久了，他特别的无聊，所以他可能只是想和杜克斯游戏而已。2010年2月24号，欧文·布兰奇与提提库姆一起表演了一场名叫共进晚餐的表演。在这种环境下，客人们在露天餐厅用餐，同时观看虎鲸表演和喂食。在表演中可能是后勤的失误，导致布兰奇没有携带足够的鱼来奖励提提库姆。提提库姆可以清楚地感知到桶中是否还有食物，因为在食物见底的时候，冰会发出碰撞的声音。当提提库姆做对了所有的动作，却没有得到任何反馈的时候，几十年来积攒的孤独、痛苦和委屈在这一刻爆发了。为演出结束例行公事的一部分，布兰奇在泳池边抚摸着提提库姆的头。就在这时，提提库姆咬入了他的左前臂，然后将他拉入了水中。其他员工将食物扔进水中，试图分散提提库姆的注意力。然而在大约45分钟后，提提库姆才释放了布兰奇的尸体。尸检报告称，布兰奇死于溺水，他的脊椎被切断，颌骨、肋骨和颈椎骨折，他的头皮完全从头上被扯了下来，左肘和左膝脱臼。布兰奇的去世影响很大。在这之后，海洋世界的训练员被禁止进入泳池与虎鲸一起进行表演。2013年，一部名为《黑鲸》的纪录片上映，其中讲述了提提库姆从被捕到杀害3人的事情经过。虽然本片被海洋公园指责该影片并不准确，另有所图，但本片也确实对虎鲸保护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本片上映后，很
民众更加关注虎鲸圈养的问题，海洋公园的票房和股价也有显著的下滑，并且美国加州宣布禁止海洋世界再繁殖圈养虎鲸，也不能到野外再捕捉新的虎鲸。2010年的事故发生后，提库姆就被关在狭窄的水池中，游泳的本能被限制，也不能与其他虎鲸交流，更不会和人类互动。据报道称，他有一次连续数小时无精打采地浮在水面上，这种行为在野外虎鲸中从未发现过。被隔离1年之后，提库姆再度回到表演中，后续改用了高压水柱等其他不直接接触到的方式对他进行日常的训练。2016年3月，提库姆因严重的肺炎感染而病危。2017年1月6号，奥兰多海洋世界证实提库姆已经死亡，死因是细菌感染。提库姆的名字在美国西北太平洋原住民纽基克语中的寓意是朋友。这是圈养虎鲸中体型最大的个体，体长6.9米，重达5400公斤，胸鳍长2.1米，背鳍高2米，但已经完全向左侧倒下。虎鲸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在自然界中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它们聪明，情感丰富，有语言能够互相交流，或许它们还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有关动物园和海洋馆是否应该存在的争议，一直以来都是动物爱好者们争论的焦点。动物园、海洋馆能够起到科普和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作用，但同时也囚禁了它们。对于不同的物种来说，被圈养对它们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于一些个物种，或许安全的生活环境、稳定的饮食和温度减缓了一些被囚禁的痛苦，但对于虎鲸，对于提库姆来说，它本拥有广阔的大海，就像大海拥有它一样。然而在它2岁之后，整整33年，它都只能活在昏暗的水泥池子中，忍受着它难以理解的噪音，让麻木的度过一生，非常悲惨哈。关于提库姆的相关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3连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